锦瑜，你看，这睡袍是沈家为苏若曦那女人准备的，我穿过2次，是不是比她穿身上顺眼多了？他那木头线子哪衬得起这么亮的样子？别总让我偷穿那个贱人的衣服行不行？天天跟做贼似的，我受够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跟苏若曦解除婚约啊？我想光明正大的住在这里，光明正大的做沈家的少夫人。宝贝儿，我巴不得明天就把你娶回家。苏若曦那个呆板又无趣的女人，我早就受够。可是我姐现在把婚姻看得比沈氏的根基还重，苏若曦是她钦点的，现在解约，她会直接把我从继承者的名单上划得干干净净。那你让她主动提啊。你看这发夹戴在我头上，是不是比那个古板脸好看多了？等她识相点，自己提了离婚，你姐再急，她也总不能把自己从小养到大的亲弟弟赶出家门吧？苏若曦要是跟我离婚，我自然求之不得。不过以她那种性格，怎么会主动提离婚？事在人为啊。这如意玉佩是沈家传了5代的信物，历任主母必须亲手交接，戴上它，才算真正被沈家家族认可。希望若曦能够喜欢。哟，苏若曦，你还回来干嘛？苏若曦，这个女人是谁？竟然把我当成了我的弟媳苏若曦。苏若曦，我劝你还是主动跟锦瑜解除婚约吧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锦瑜啊，早就把你这张老脸给看腻了，古板又无趣，像个木头。识相点儿，赶紧离开，给自己留点体面吧。你是谁？怎么穿成这样，在沈家乱窜？我是谁？我是未来的沈家少夫人。少夫人。至于你这个黄脸婆，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还是赶紧让位吧。好你个沈锦瑜，竟然敢在外面找小三，还闹到了家里，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苏若曦，你别演了，我占了你的婚房，戴了你的首饰，被男人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沈家撒野？签了这份协议，拿着这笔补偿金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现在的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？敢明目张胆的跑到人家里来逼宫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？廉耻？抢占着不爱自己的男人，你也配说廉耻？你不走，我让保安请你走。嘿，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好啊，那你就签了这份协议，我就还给你啊。抢我东西，逼我签字，沈景瑜知道饶不了你。你把它放下！哎呀，这玩意儿看着挺值钱，想要拿回去？行，那你就把这份协议给签了，我立马就还给你。你放下他，你没资格碰这个玉佩。我没资格，你去问问锦瑜，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我碰不得的？而且锦瑜说了，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，他就能顺理成章的和我在一起。他长姐既不会生气，又能保住他继承人的位置。你胡说！赶紧签了这协议。就算锦瑜这么想，你也休想进沈家的门。沈家的少夫人从来不是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能当的。不知廉耻？
今天这份协议你不签也得签，签！今天这份协议你不签也得签！你疯了！竟然敢推我！你不要太过分！过分？你不就是想要这块玉佩吗？不签，我现在就摔碎它！你敢动它试试？你敢深邃，沈锦瑜饶不了你！在锦瑜心里，我最重要。我想要什么，他就给我什么；我想做什么，他就任由我去做什么。一块破玉佩也能跟他一心想娶的女人比，还想拿出沈锦瑜来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别说是摔了这块破玉佩，怕是我让你滚出沈家，他也只会站到我这边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这解约协议我绝不会签，有我在，你死了这条心。死心眼儿。沈家核心资产确认书，市中心写字楼，度假庄园，锦瑜居然把这些都联名给了你，把文件还给我！难怪你一直不肯签字离婚，原来是早就惦记上沈家的家产。你这个毒妇，以为这样就能霸占沈家？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见者不吃是罚酒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协议你不签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小三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有我在，你别想嫁进沈家。想走？我是沈淑仪，沈锦瑜的长姐。苏尔熙，你可真会编，想装沈家主母，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。锦瑜早跟我说了，她长姐还在国外疗养，想吓唬我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沈锦瑜胆敢娶你这种不知尊卑的东西，我就能让他滚出沈家。还敢嘴硬！我现在就给董事长秘书打电话，让他亲自拆穿你的谎言。你怎么会有董事长秘书的电话？当然是锦瑜亲自存到我手机里的。他还说了，等他长姐回来，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他，他就让我当总经理。好啊，这个沈锦瑜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沈家？哟，当秘书拆穿你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你好，请问哪位？你好，我是沈锦瑜的女朋友，请问董事长从国外回来了没？抱歉，苏小姐，我这边没有收到沈总回国的任何通知。沈总目前仍在国外疗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哼，听到了吗，苏尔熙？秘书说了，沈董还在国外呢。我怎么听秘书说苏小姐口口声声说锦瑜宠你爱你，结果连一个被正眼瞧的资格都没有，哼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你胡说！他只是还没来得及跟秘书说而已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好东西。既然你不肯签，那就把它当做我的精神损失费吧。你把它还给我！想要回去啊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是我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项链，你不要乱来，把吊坠归还回来。刚刚的事情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当做没发生过？想让我还你也简单，用你的衣服把我的鞋底擦干净。你早这样听话不就好了？来拿呀！不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去死吧！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打我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会100倍、1000倍的还回去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不放过我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说这样的大话？我今天就让你在沈家，在整个商界永远抬不起头！你不是想当沈家主母吗？那我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！大家快看，就是这个女人偷偷潜入沈家，偷走了沈家的传家宝，还伪造了股权转让协议，还想要独吞沈家财产。
我现在就把这些证据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女人是怎么觊觎沈家家产、玷污董事长身份的。还敢抢手机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时值会议的传家宝，你说是就是。景瑜要是知道你毁了这个玉佩，他绝不会饶了你。饶了我？景瑜巴不得让你赶紧离开沈家，把位置让给我。我现在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，再挂上热搜。放心，景瑜会帮我作证，让大家都看看，你这个女人就是一个觊觎沈家家产的骗子。你敢污蔑我，玷污沈家信物，我饶不了你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劝你早点把这份离婚协议给签了，乖乖的把位置让给我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那个想吞并沈家1万家产的那个坏女人。住手！你怎么弄成这样子？你嘴角怎么流血了？他对您动手了？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沈家对他动手？剑宇哥哥，你那么凶干嘛？我这是在帮你清理门户，是他先偷了沈家的传家宝，还想讹我，我不过是教训了他几句，他就撒泼打滚的毁东西，不但不帮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指责我，是不是被他这副狐媚样子给迷惑了？我今天就要拆穿他的真面目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他就是一个骗钱还想攀附豪门的贱货，让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损坏沈家财物，撕我衣服，毁我清誉，损坏我母亲给我的遗物，这些龌龊事你敢说半句假？今天你若分不清是非，认罪作俑，欲跟他一起滚出沈家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在沈家撒野的人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你敢打我？沈景瑜，你疯了！我们这么多年情分全都为了狗了！你敢！苏若曦，你这个贱人，别以为有景瑜护着你，你就能得意多久！我不会放过你！我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一个骗钱攀高枝的骚狐狸！气死我！大姐，我先带你去处理伤口，滚开！大姐。待会儿见了大姐，你态度放软点，好好道歉。只要大姐松口，这事就成一半了。我知道了，景瑜哥哥，都听你的。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就是怕大姐不肯原谅我。有我在，别怕。我给她买了她最喜欢的礼物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会给你一次机会的。沈景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苏若曦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这大姐的办公室是你随便来的地方吗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未婚妻，沈氏的苏总，张姐的办公室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倒是你们，沈景瑜，你带着这个毁了沈家传家宝、欺负大姐的女人来这里求大姐原谅，你对得起大姐，对得起沈氏吗？苏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是来跟沈总道歉的。误会？你毁了市值过亿的如意玉佩是误会，摔坏大姐珍贵的东西是误会，撕扯大姐的衣服，录视频污蔑她是骗子也是误会。苏若曦，你够了啊！真拿自己当沈家少夫人了。沈景瑜，你醒醒吧！你置大姐的安危于不顾，置沈氏的颜面于不顾，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良心？我的良心就是让桑离不能受一点委屈。苏若曦，我早就受够你了！你苦板无趣，你比不上桑离1/1000。既然你这么看不惯我们，不如主动提出跟我解除婚约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你简直无药可救！沈景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还敢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？大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桑离啊？我怎么对的？沈景瑜，你是不是眼睛瞎了？就是这个女人，前2天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，还把我打成那个样子。你不仅不帮我讨回公道，
还带她来我的办公室，想让我原谅她。你是不是忘了谁才是沈家主母？大姐，传家宝反正都是传给儿媳妇的，碎了就碎了吧。我带她来是想让她跟您道歉，您却当这么多人羞辱她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不懂事让你生气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简玉哥哥他也是一片好心，他不想让你因为我生气，你就别再责怪他了啊。桑离，你可真是个好演员。前几天在沈家作威作福、大打出手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懂事？现在装可怜博同情，你以为大家都是瞎子吗？苏若曦，你闭嘴！哎，桑离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这落井下石？申锦瑜，你醒醒吧！你把这个女人带到沈氏，践踏了沈氏的脸面，你不仅不反思，反而指责大姐，你对得起大姐这么多年对你的养育之恩吗？够了，苏若曦，别再挑拨我跟大姐的关系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我会跟我姐好好说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简玉哥哥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沈总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今天沈总不能原谅我，那我愿意离开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。真是无药可救，申静瑜。今天你要么把这个女人赶走，要么你跟她一起滚出沈家，永远别再回来。什么？申锦瑜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桑离这个人，他只是为了沈家少夫人的位置和沈家的财产，你为了他放弃亲情，放弃尊严，值得吗？大姐对你一片苦心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苏若曦，你闭嘴！装什么呢？简玉哥哥，你别再跟大姐吵了，姐弟情深啊！我不想因为我一个外人让你们闹得不愉快。大姐，你看桑离多懂事啊！他不仅没有打破咱们姐弟关系，哎，反而处处为咱们着想，为了给你道歉，还专门给你买了礼物。沈总，我不奢求您的原谅，但这份礼物是我跟景玉哥哥的心意，我只想把最好的给您，您就收下吧。收起你的虚情假意，我们沈家不缺你这点东西，你的这点小把戏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大姐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若曦这么多年一直在外为公司打拼，你却带着小三登堂入室，你还有脸说我过分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对苏若曦早就受够了，我要跟她解除婚约。申锦瑜，你再说一遍。苏若曦，我要跟你解除婚约。之前是我年龄小不懂事儿。景玉哥哥，你别这样，苏小姐她……申静瑜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忘了若曦跟你10年同窗情谊，你忘了父母临终前千叮万嘱让你好好待若曦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你否定若曦对你的好，要抛弃若曦，你对得起若曦吗？大姐，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知道苏若曦对我好，但是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我和桑离才是真爱，我必须要对她负责。锦瑜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若曦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，自从订婚后，她把沈家当成自己家，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沈家公司遇到危机，也是他动用苏家的关系帮你渡过难关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你太对不起她了。是啊，苏小姐不仅端庄大方，还善良懂事。你为了这个女人置多年的感情和沈家的颜面于不顾，这简直是忘恩负义。纵容小三，抛弃未婚妻，申静瑜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姐，我别叫我姐，你眼里早就没有我这个姐姐了。不用你跟我解除婚约，这婚约我苏若曦不稀罕。不稀罕？苏若曦，你倒是会装腔作势。这婚约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，现在解除，对你我都好。谢谢你的恩情，我和景玉哥哥会一辈子记得的。别碰我！我只是不想让大姐为难，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姐，听到了吗？看在我和桑离两情相悦的份上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沈总，我和景瑜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一直陪着他。沈景瑜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女人放弃一切？我确定。大姐，感情的事儿不能勉强。我对黎黎是真心的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的。好。
好，很好。既然你铁了心的要娶这个女人，我不拦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你名下所有的车、房产、公司股份全都转让给若曦，当做你毁约的赔礼。办完这些，带着她一起滚出沈家，永远不再回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大姐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沈家唯一儿子，沈家的财产早晚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让我转让给他？还有你苏若曦，别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这些年你在沈家的付出，沈家早就用股份和财产抵给你了，现在解除婚约，不亏你什么，反而你想狮子大开口，想要我的财产，做梦！沈锦瑜，你无耻！我在沈家的付出，是因为真的真心把这里当家，把你们当家人，从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。反正我也得罪沈叔爷了，只要沈景瑜能够继承沈氏集团，我就还是沈氏集团的老板娘。景瑜哥哥说的对，苏小姐在沈家得到了不少的照顾，现在要离婚，还要带走景瑜哥哥的财产，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？贪心？我看贪心的是你们两个吧。沈锦瑜，你别以为你是沈家唯一的儿子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。沈家的产业是爸妈一手打拼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至于你，桑离，你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你那点心思，当我看不出来？你们两个，一个忘恩负义，一个心机深沉，真是蛇鼠一窝。我最后再劝你们一次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别真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，再追悔莫及。回头？我有什么好回头的？大姐，你少拿这些话吓唬我，我不可能把所有财产转移给他。吓唬你？这份就是股权转让协议，要么你把股份都转让给若曦，带着这个女人滚蛋；要么你跟这个女人彻底一刀两断，对若曦负责。桑离，别闹了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？景瑜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要永远在一起的吗？现在你为了这些身外之物就要抛弃我？你之前对我的承诺，你都忘记了吗？之前是我糊涂了，沈家是我的根基，我不能失去。但我对你并不是全无心意，只是我现在没得选择。大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为了桑离跟你作对，更不该提解除婚约的事儿。沈锦瑜，那你现在就乖乖听话，把这个女人拉出去。沈锦瑜想赶走我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不要耍花招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耍花招？我今天就是要拆穿你的真面目！沈景瑜，你以为你私下挪用公司5000万去投资灰色产业，勾结竞品公司泄露沈家核心机密，还伪造沈淑仪的签名，转移沈家财产的事，不会被发现吧？你说什么？不会被发现吧？你胡说八道！这些东西肯定是你伪造的！你个贱人，污蔑我！把东西给我！5000万公款我已经转去海外账户了，只要熬过这阵子，等我拿到沈家控制权，谁也查不出来。那你泄露集团核心机密的事儿不会被发现吗？竞品公司给的好处足够多，泄露点核心方案算什么？再说了，沈家出了事儿，有长姐担着。你刷了录音笔也没用，我手机上可是有完整的转账记录、合同副本，而且我还发了一份给我的律师。如果你们今天敢对我怎么样，明天这些证据就会全部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上。沈锦瑜，他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糊涂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股份追回来的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机会？你还有脸问我要机会？沈锦瑜，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些足够让沈家万劫不复？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？你都把我话当耳旁风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不可能让沈家的产业毁在你手里。
桑离，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再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沈锦瑜也已经受到了教训，沈家之后也不会再纵容他。这样吧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你删除这些证据。离开沈家到此为止，苏小姐，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。我在沈锦瑜身上花了这么多的感情，你以为一句到此为止就能抵消吗？那你想怎样？你不如到此为止，沈家也不会亏待你，也算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退路？行啊，想让我删除证据，离开沈家也不是不行，但你们要答应我2个条件。必须要答应我2个条件。第一，沈家要给我1个亿，一次性付清。第二，沈家要把你们市中心那套江景大平层过户给我。什么？这2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，我就立刻删除证据，从你们面前消失。你疯了！1个亿的现金，再加江景大平层一套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抢？这些都是我应得的。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这些证据发到各大媒体。到时候你沈锦瑜坐大牢，沈家名誉扫地，你们的损失可就不止这些喽。沈总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该怎么选你应该知道。是花点钱息事宁人呢，还是看着你们沈家毁于一旦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的条件就这些，你答不答应自己看着办吧。桑离，你别太嚣张了。你手里的那些证据固然能威胁沈家，但你别忘了，你接近沈锦瑜的初衷并不单纯。你以为你拿着这些凭证就能够狮子大开口？想必你也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，知情不报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在吓唬我？帮凶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恰好知道了这些事而已。我只是要拿到我应得的，要么给钱给房，要么鱼死网破，你自己选吧。应得的？破坏别人婚约，挑拨姐弟关系，在沈家兴风作浪，破坏掉了沈家的传家宝，打伤了大姐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要不然就算沈家付出代价，也不会让你这种人得逞。若曦说的对，你别以为你有那些证据就能为所欲为。沈家能有今天，不是靠退让和妥协得来的。沈总，你这是要和我硬刚啊？你这是要看着你们沈家名誉扫地，股价暴跌吗？这枚如意玉佩是沈家祖传的珍品，市值鉴定2个亿，是你亲手打碎的。这是故意伤害罪，光这一条够你坐牢好几年。你胡说，一个破玉佩而已，怎么可能价值2个亿？你少吓唬我！吓唬你？这份是权威鉴定报告，你自己看。除此之外，你那天在沈家撒野把我打伤，这份是验伤报告，故意伤害罪再加1条。你手里的证据最多让沈锦瑜受点惩罚，而我手里的证据足够让你牢底坐穿。你要想鱼死网破，我奉陪到底。我就算是坐牢，他沈锦瑜也别想好过。你们沈家也会名誉扫地。沈家的名誉我自然会维护，倒是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后半生要在牢里度过吗？沈锦瑜，我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你，一边是回头好好承担错误，配合我一起指认丧礼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一边是选择丧礼，跟着他你会被他拖垮，彻底离开沈家。我只问你最后一次，沈锦瑜，你是选他还是选沈家，选你自己的未来？我选。沈锦瑜，你就是个被沈淑仪驯服的狗，他让你往东你就不敢往西，让你滚就不敢站着。别忘了，你是这个家唯一的男人，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你的，但沈淑仪凭什么霸占着不放？他
他就是把你当傀儡啊！景瑜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大姐从来没有把你当傀儡。父母走得早，大姐一直强撑着沈家，她为了让你安稳成长，拼尽全力为你挡下所有风雨。大姐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结婚，她为了让你少走弯路，才暂时替你接管权力。挡风雨，我看呀是挡你的财路。他把你的财产给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过你是沈家人？他今天能把财产给这个女人，他明天就能给任何一个能讨他欢心的小白脸。锦瑜，你在他眼里连一个外人都不如啊！不是她，她是我姐。桑离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大姐转移财产是为了给景瑜一个教训，她为了防止景瑜被欲望冲昏头脑，越陷越深。这么多年为了你，大姐多少次熬夜处理工作事务，多少次为你处理烂摊子，这些都是为了你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为了他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看他就是为了牢牢掌控沈家，等他死了，才会把这些烂摊子丢给你。现在你犯了错，他不但不帮你，反而拿你开刀，这就是所谓的为了你。锦瑜，你清醒一点，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推翻沈淑仪，让你坐沈家家主的位置。景瑜，大姐早就准备把公司核心业务交给你了，她只是在等你心智成熟。只要推翻沈淑仪，沈家的一切就都是你的，到时候再也没有人管你，我们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不信，我现在就把这些证据发出去，到时候沈淑仪她只会拍手叫好，根本不会救你。我选他，我选桑榆。锦瑜，别怕，我一直都在。这些东西啊，本来就该是你的，他凭什么霸占？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永远爱你。沈家的一切本就该是我，你霸占的权利这么久，也该交出来了。再说，婚姻是我自己的事，我想选谁就选谁。沈锦瑜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该把大权交给你？这么多年你闯的祸还少吗？挪用公款，泄露机密，这哪一件不够你身败名裂？就凭你现在的样子，根本撑不起沈家。沈总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鉴于他是整个沈家唯一的男人，继承家业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谁还没犯过错？你不能因为他只犯了一点小错，就否认他所有的努力吧？我是沈家唯一的根，沈家的家业就该传给我。之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把公司的股份和公司控制权传给我吧。沈锦瑜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。沈家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所有股东的，大权交给谁不是我说了算，得所有股东投票决定，轮不到你在这讨价还价。大姐，你少拿股东的事在这糊弄我。沈家是沈家的产业，凭什么让几个外人指手画脚？我身上流的是沈家的血，沈家一切都是我的，你早晚得交出来。沈家的规矩向来都是选贤举能，就算你是沈家的血脉，那又怎样？我守着沈家，不是为了给你这坨烂泥铺路。锦瑜哥哥，他这是看不起你，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做亲弟弟，他就把你当做是一个废物。你不能再这么软了，你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大姐，你一个女人独自撑着沈家这么多年，已经够累了。早点把公司的股份和权利交出来，我还能给你找个好国家，让你安安稳稳的享乐。你说什么？沈锦瑜，你还是人吗？大姐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不知道吗？苏若曦，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还轮不着你管。还你一个外人，沈家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沈锦瑜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怪不得沈董把权力交给一个未过门的儿媳，都不交给亲弟弟。锦瑜哥哥，你瞧瞧，你都被人家指着鼻子骂了，你就这么任由他们欺负我吗？沈总，他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就这么任由外人羞辱他？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沈家唯一的血脉，羞辱他就是羞辱整个沈家。桑离，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要不是你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，锦瑜也不会变成这样，大姐也不会受这样的委屈。苏若曦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沈锦瑜，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沈淑仪，你又打我！告诉你，今天这权你交也得交，你不交也得交。来人，把我东西拿过来。陈淑仪，看好了，这是董事长职位交接协议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把你的全部股份全部转接给我。现在把手续给我办了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，你究竟预谋了多久？大姐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沈锦瑜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既当爹又当妈，把你拉扯这么大，
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沈董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手艺按了，给自己留点体面，否则简鱼哥哥可不会对自己的亲姐姐客气。沈家是父母一生的心血，是无数股东的信任，绝不可能落到你这种被女人蛊惑、连亲情都不顾的败类手里。你让我签字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沈锦瑜，你放开大姐！逼我签字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沈家的规矩说不得你这般胡作非为。使劲儿！大姐，我来帮你。我去！若曦，大姐，我来帮你。我去！若曦，你没事吧？我这就叫人送你去医院。大姐，我没事。沈书义，你疯了！你对一个外人比对你亲弟弟都好，他摔倒是他自找的，谁让他没事找事儿？就是一个外人摔一下，装什么可怜？沈叔爷，你也真是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帮自己的亲弟弟，反而护着这个外人。我真是搞不懂你了。我才是沈家血脉，我才是你的亲弟弟，你不肯把股份给我，还处处护着这个外人，怎么？你要把沈氏的产业全都拱手让给这个外人吗？沈锦瑜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大姐念及姐弟情分，对你一再忍让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锦瑜哥哥，我真是替你觉得不值，自己的亲姐姐胳膊肘往外拐，宁可帮着一个外人，也不愿意把公司的股份给你。我看他这是想独吞沈家财产。给我闭嘴！若曦她怀孕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若曦，你怀孕了？若曦她怀孕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若曦怀孕了？若曦，你怀孕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呢？你现在满心都是夺权，满眼都是大丧礼，你眼里根本没有我，更没有这个孩子。若曦，我什么？这个女人竟然怀孕了？我跟大姐不告诉你，就是想看看你还有没有一丝良知，看看你还能不能够幡然醒悟。锦瑜哥哥，你别信他，他这就是在胡说，他只是想用假孕来破坏我们的计划。不过你不是对他没兴趣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怀了你的孩子？若曦，我不是故意要怀疑你的，只是我们那天晚上就只有那一次，怎么会这么巧就怀上了？这太突然了。所以你怀疑若曦假孕是吗？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敢做不敢当的懦夫！孕检报告？这怎么可能？孕检报告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份孕检报告3天前刚做，上面各项指标都清清楚楚。我本来打算等今天工作结束之后亲手交给你，让你收心，好好管理沈家。可你却拿着股份转让协议逼我签字，对怀了你孩子的若曦下狠手。不是这样的。对亲姐姐下手，还伤害怀孕的未婚妻，太不是东西了。沈家祖母怎么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你对长姐都如此刻薄，那我更不必抱希望了。从你打我和打长姐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决定续父留子，从此以后我和你沈锦瑜再无关系。哦，若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这样对我，你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好吗？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转让沈淑仪，沈家70%股份转让给沈锦瑜，这沈氏集团70%的股份，这不是你准备给苏若曦的合同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份协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本来是想等你彻底收心后，亲手交给你，让你名正言顺管理沈家，可你不配。千月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
我不该逼你交权，更不该动手打若曦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在沈简玉身上费了那么多心思，绝对不能这样打水漂了。沈总，我们原来捧着你，一直以为你会是沈家最终的继承人，没想到啊，你只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呀！你再跟我说一遍。简玉哥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想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来争继承权吗？那如果他的孩子生不下来呢？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沈锦瑜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竟然还要谋杀妻儿！桑林，那是我的亲骨肉，我怎么可能对我的亲生孩子动手呢？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他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，那沈家董事长的位置那就是你的呀！你想要多少孩子，我都给你生啊！去死吧！若曦，若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桑林，你疯了！锦瑜哥哥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呀，我害怕这个女人带着孩子回来，霸占沈家的一切，到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蓄意伤害孕妇，你心思歹毒恶极，我要让你牢底坐穿。锦瑜哥哥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快去跟大姐求求情，她一定会听你的。大姐，今天谁都别想为他求情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开口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分不清是非黑白？他都要蓄意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在内心怜悯他，养了你这么个拎不清的东西。锦瑜哥哥，你难道忘了3年前的事情了吗？我在酒吧后门的街口醉得不省人事，是桑离把我半脱半扶的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，并照顾了我3天3夜。桑离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，桑离，你这出戏演的可真够久的呀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沈锦瑜今晚肯定会来这家酒吧。你们拼命的灌醉他，把他扔到路边，我上演英雄救美，不怕他对我不上心。沈家的财产迟早是我的。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他伪造的。锦瑜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呀。录音里清清楚楚的记录着你和朋友商量，在酒吧门口蹲守沈锦瑜，计划着英雄救美。照片里是你蹲守在酒吧门口的监控截屏，告诉我这怎么伪造？连你也骗我！别抓我，我没罪，我没罪啊！骗子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被你这种女人蛊惑！你是个毒妇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一定会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1辈子的代价！大姐，若曦，我错了。我知道我以前干过很多混账事，伤害了你们，伤害了沈家。我没有脸求你们原谅我所犯过的事，我会一一承担。大姐，沈家的担子还是先辛苦你了，我会去自首，好好改造。等我出来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弥补你，去弥补沈家。若曦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我以后我一定会当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沈锦瑜，你能够知错就改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从你打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婚约就已经结束了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。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，我会自己抚养长大。我不想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父亲。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能自己承担责任，说明你还是有点良心的。沈家的门，等你改造好之后，永远为你打开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之后孩子生下来，我跟你一起照顾，不让你们娘俩受半分委屈。若曦，往后这孩子是跟着你姓苏吗？不，姓沈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往后的路，大姐跟你一起走，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。